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即使看起来是善良的人，但控制欲很强吗？控制欲可能来自环境因素，比如，如果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长大，几乎没有稳定和肯定成长的空间，可能就会诉诸卑鄙的行为和心理游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在不熟悉和他人沟通的健康方式时，心理操纵通常会成为生存策略。这支影片，我们将讨论一个人无意中控制欲强的6个迹象，以及一些有帮助的建议。1. 根据自己的优势调整事实或事情。当你向别人复述一件事时，是否注意到自己因为原始版本不符合自己的叙述，而遗漏了部分内容或扭曲了事件？这是种操纵，可能歪曲事实，因为想让别人同意自己的说法，也可能不想犯错，因为这会让自己处于弱势地位，甚至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。下次在扭曲真相时，应该试着抓住自己。改变习惯做的事不易，重要的是自己认识到它。一段时间后，可能会越来越注意到它，并给自己机会做出更好的选择。2. 已经不知不觉地掌握了指责游戏。总是试图指出别人的错误吗？扮演受害者常会遇到比解决方案更多的问题，会酝酿愤怒，引发争吵，甚至结束恋情。让别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好事，但如果看起来总是他们做错了，那可能就有问题了。在指责谁错之前，试着先从他们的角度考虑，错误就是错误，但通过考虑他们的观点，会学会用更开放的心态看待事情，少些评判。而且，自己错了时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，尽自己所能，不责怪别人。指责只会重复这个循环，把事情复杂化。错误是教训，每次错误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。3. 口头禅是我保证。有没有小伙伴有做出承诺后又将其抛诸脑后的习惯？一诺千金，承诺需要一定程度的责任来维护，它基本上是一份个人协议或不成文的合同，一旦被破坏，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信任就会面临风险。所以，有许下承诺，最终却违背或忘记承诺的习惯时，很可能会误导并伤害到对方。记住，不必一定做出承诺，尤其是当认为自己无法做到时。如果发现自己很难坚持一个问题，没关系，努力通过行动提升自己，总比虚假的言辞和希望要好得多。4. 为别人做好事，同时期望他们回报。有没有小伙伴曾经因为别有用心而对谁超级好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不要太自责，我们很多人也经历过。现在，问题来了，当做一切只是为了利益，对谁很好，或者因为想要得到回报而给他们礼物时，这已经是操纵了。如果对方发现这就是对他们好的原因，会极大伤害他们的感情。把同样的方法用在真诚的人身上时，会造成伤害和困惑。有策略和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可以让人走得更远，但有时把别人放在第一位，没有潜在的动机，可以极大地帮助他们和你。有时候无私是好的。5. 喜欢夸大其词。你是那种说话喜欢夸张的人吗？会不会将事实夸大到比事实更极端的程度？比如，有一个朋友向你借了钱，但忘记还了。你因为生气而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其他朋友，没有说最初借钱的数目，而是说了一个更大的数额，这可能会导致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冲突。如果主要目的是说服，那么提供准确的信息总是更好的。在分享自己的观点之前，不要调整整个故事来适合自己的叙述，这样就能坦诚表达自己的感受。6. 一切似乎都如你所愿。注意到没有人在试图反驳自己了吗？每个人都遵从你的要求吗？即使他们明显更喜欢别的东西，当每个人似乎都对你的每一个愿望都很顺从时，这可能意味着你已经掌握了操纵他们的窍门，或者他们已经厌倦了。你可能没有注意到，但当事情不按你的意愿进行时，你可能会表现出操纵行为，周围的人可能会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不让这种情况发生。不管你想要什么，通常情况下，你
会无意识地采取这些行为，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需求。直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，有时接受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按自己的方式进行是件好事。你在这些迹象中看到自己了吗？如果看到了，那么请把这作为提醒，不要让内疚占据自己最好的状态。每个人都有控制欲，你在这方面的自学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这表明，一旦主动养成更好的习惯，就有一条更好、更健康的路在前面。第一步是认识到这种行为，然后与之和平共处，确定为什么你以你的方式行事。当你在治愈中迈出一小步时，对自己温柔一点。面对自己的消极方面，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毫无疑问，你可以做到，并成为一个比昨天更好的人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